Hello， 我是托马都不久。第二天的早上，在进行 Monster 小城镇的影片之前，欢迎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其实我自己搭过787带出来的温泉。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。现在托马的位置呢是在。大清早的莫斯塔尔才刚进入旧城区，眼前的第一幕竟是弹痕斑斑的石墙和破尔不堪的废弃大楼，无声地控诉这场战争的残酷。莫斯塔尔经历了18个月的围城内战，老桥、伊斯兰清真寺、天主教堂几乎毁于无情的战火。Hello， 早安，我是托马，终于来到莫斯塔，在我身后的呢是老桥。Monster 呢应该是守桥人的意思，这桥上面呢常常都会有人要跳下来，其实他为了要赚观光的钱。2004年的时候才重新建造完成，由土耳其人仿照罗马式的建筑，这边的水有时候忽高忽低，所以它特别把最上面的顶端呈现一个倒三角形的形状。波斯尼亚为了要独立，真正从1992年到1995年，整整快4年的时间，整个因为内战的关系，现在留下了非常多的炮孔跟弹机。一头清真寺，一头天主教教堂，连接两岸两种宗教的文明。走在莫斯塔尔的老街，有浓浓的土耳其风，街上卖的是土耳其的铜饰，穿的是中东服饰，喝的还是土耳其的咖啡，吸着土耳其浴。这里仿佛是复刻版的土耳其，也因为不同的文化、种族和宗教社会之间的和睦相处，2005年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这个老桥原本其实应该是给战车走的，所以呢，它有非常多一块一块的区间，但已经没有战车，所以就开始变成人走的部分。那以前这个地方呢，因为被炸了很多次，然后直到2004年呢，才把它重建起来。然后已经在老桥的最顶端，待会我们要下去老桥拍拍照。看似美丽的城镇，其实有非常多的历史故事在背后，值得我们去探讨。这个地方呢非常好逛，不过今天天气有点不大好。其实这附近卖了很多小小的小东西，因为去年有去过土耳其，所以这些东西感觉都似曾相识。可以看到，以前整个保留到现在这个样子，好，非常厉害。OK。说到这个波士尼亚，这边都是用马克，到处都是咖啡吧，然后鲜艳的房子。我觉得这里还蛮悠闲的，如果自助旅行的话，可以这边多待一整个白天。莫斯塔尔美得像童话中的淳朴小镇，却有着让人难过的历史伤痕，提醒着世世代代的波斯尼亚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，不要忘了战争的血腥与残忍，珍惜得来不易的和平。好了，我们已经结束了波士尼亚的行程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前往下一个国家克罗埃西亚。我们赶快先到边界去看有什么别的东西。Let's go！
说到波斯维亚，说到波斯尼亚，因为塞尔维亚的，再一次好了。